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一个惊人的真相，一个可能会彻底改变你人生轨迹的秘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深呼吸，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对赚钱这件事的所有认知。想象一下，你正坐在办公室里，盯着电脑屏幕，思考着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公司能赚钱养活我们一家人？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，其实蕴含着一个惊人的真相。如果你能够参透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你的人生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还记得我自己的醒悟时刻，那是在一个平凡的周三下午，我正坐在我的小隔间里，机械地处理着一堆毫无意义的文件。突然，一个念头击中了我：我在这里做的一切，真的为公司创造了价值吗？这个问题像一颗种子，在我的脑海中生根发芽。我开始观察身边的同事，思考公司的运作机制。渐渐的，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，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在为公司创造实际的收入。颠覆认知的真相。你可能会说，当然是因为我们公司有很好的产品和服务啊。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优秀的产品和服务，却在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。让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一个天才工程师，他开发了一款革命性的软件，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工作效率。按理说，这样的产品应该很容易成功，对吧？但事实是，他的公司在成立后的6个月内就倒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款软件的存在。产品和服务并不会为企业带来收入，它们只是成本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那些高级管理总监、人力资源总监，本质上都没有为公司带来收入，他们只是为公司节省了成本。想想看，当你公司雇佣一个新的人力资源经理时，他们是在为公司创造新的收入吗？不，他们只是在帮公司更有效地管理现有的人力资源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在帮公司节省成本。那么，谁才是真正为公司赚钱的人呢？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：隐藏在暗处的赚钱高手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类人，他们的学历不需要很高，年纪也不需要很大，但他们的月收入却可以比那些高管高上几倍，甚至几百倍。他们的收入是没有天花板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家公司所有的收入都是通过这类人才赚到的。他们就是销售部门的人。是的，你没听错。那些伟大的企业家之所以能创业成功，都是因为在前期他们自己就是销售员。比如说，当我自己做批发的时候，我手上不需要有产品，但我需要先从顾客的钱包把钱弄到我的钱包，我才可以向供应商进货。让我给你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。在我创业初期，我手头非常拮据。有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个大客户的订单，但问题是，我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采购货物。你猜我怎么做的？我直接向客户预收了货款，然后用这笔钱去采购货物。这就是销售的魔力，这就是真正的销售技巧，这就是让你财富自由的秘密武器。销售的本质不只是卖产品，但是请注意，真正的销售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简单。如果你认为销售就是把产品硬塞给客户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让我们来做个小测试。想象你正在街上走，突然有个人拦住你，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他们的产品有多好。你会怎么想？烦不烦？是的，这就是大多数人对销售的刻板印象。我曾经就是这样的销售员。我记得我刚开始做销售时，每天都带着一堆产品目录，到处找人推销。结果呢？10个人里面可能只有1个人愿意听我说完，更别说购买了。我感到沮丧，觉得自己不适合做销售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遇到了我的导师。他告诉我，
小伙子，你错了。真正的销售不是推销产品，而是解决问题。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销售生涯。医生是销售法则。想象一下，当你生病去看医生时，医生会怎么做？他会直接拿出一瓶药，告诉你这药有多好吗？不会。他会先诊断你的症状，找出问题所在，然后才给你开药。这就是真正的销售技巧。销售不是卖产品的，销售是帮你解决问题的，而产品只是顾客付钱给你的借口。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。假设你正在销售一款洗面奶，普通销售员可能会直接告诉顾客价格，然后问要不要买。但是真正的销售高手会这样做：一、反问顾客，兄弟，你这洗面奶主要想用来搞定什么问题呀？二、倾听顾客的需求，比如说顾客觉得皮肤很油，脸上不干净，长了很多粉刺和痘痘。三、教育顾客，兄弟，今天你走出去，想要女生觉得你很干净，你主要做3件事：第一，清洁；第二，补水；第三，水和油之间平衡。四、推荐解决方案，清洁用这$30的洗面奶，补水用这$40的爽肤水，水油平衡用这$50的乳液。看到区别了吗？这就是真正的销售技巧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我曾经用这个方法帮助一个朋友解决了他的皮肤问题。他原本只是想买一瓶便宜的洗面奶，但在我的建议下，他购买了完整的护肤套装。2个月后，他告诉我，他的皮肤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，甚至还因此交到了女朋友。发现痛点，创造需求。但是仅仅知道这些还不够。真正的销售高手，他们懂得如何发现顾客最深层的痛点，甚至创造顾客都没意识到的需求。让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次，我在超市看到一个老奶奶带着孙子买东西，一个酸奶品牌的销售员跑过去说，要不要试试我们家的酸奶啊？现在做活动有优惠啊。老奶奶说挺好的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这个销售员犯了什么错误？他没有发现顾客的真正需求。如果是我会这样做。一、破冰，这小兄弟长得挺帅的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很有灵气。2、发现痛点，但是奶奶，你家的孙子可能人就稍微有点瘦，是不是平时吃饭不太好啊？3、教育客户，小孩太瘦不吃饭，是因为他的肠胃功能不太好。4、推荐解决方案，我们这边刚好推出一个新的酸奶口味，它最大的优点是改善你们家孩子的肠胃水平和消化功能。好多小孩喝完以后，回到家1碗饭都不够吃，要吃2碗。看到区别了吗？这就是真正的销售高手。我曾经用这个方法帮助一个朋友的母亲解决了他孙子挑食的问题。开始时，他只是想买些零食给孙子，但在我的建议下，他选择了一些有助于改善消化和增进食欲的健康食品。1个月后，他激动地告诉我，孙子的胃口变好了，甚至开始主动要求吃以前不喜欢的蔬菜。情感营销的魔力。但是，如果你想要真正成为销售界的顶级高手，仅仅解决问题还不够，你需要掌握一个更高级的技巧——情感营销。继续用刚才的例子，在推荐完酸奶后，你可以这样说：奶奶，如果小孩喝了以后长得白白胖胖的，那如果我是他的爸妈，一定会特别开心。奶奶，你是不是也会特别开心啊？买酸奶给你的孙子，是不是想要表达你对孙子的一份爱呀？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将销售上升到情感层面。当你触动了顾客的情感，
他们就不再仅仅是在买一个产品，而是在购买一种感觉，一种爱的表达方式。我曾经在一家珠宝店工作过，有一天，一个年轻人来店里，说要给女朋友买一个生日礼物。他的预算不高，只够买一个小小的银饰品。但是我没有直接向他推荐便宜的商品，相反，我问他，你觉得这个礼物对你女朋友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他思考了一会儿，说，我想让她知道，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富裕，但我会一直爱她，照顾她。听到这里，我知道我找到了突破口。我向他展示了一款稍微超出他预算的项链，然后说，这条项链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永恒之结，它象征着永不断裂的爱情。当你的女朋友戴上它时，她会时刻感受到你对她的承诺和爱。结果如何？这个年轻人咬牙买下了这条项链。几天后，他特地来店里感谢我。他说，他的女朋友看到项链时感动地哭了，说这是他收到过最好的礼物。这就是情感营销的魔力，经济学的最后一集。最后，让我们来谈谈如何让你的销售技巧达到巅峰。除了解决问题和触动情感，还有一个终极武器——经济学。奶奶，我们今天酸奶买3送1，原价$101箱，现在$304箱，而且包送货。你只要在中午前下单，我们下午就可以送到你们家。这看似简单的促销策略，实际上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原理。它不仅让顾客感觉占了便宜，还创造了紧迫感，促使他们立即做出购买决定。让我给你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。有一天，一对夫妇来店里看电视，他们对一款高端电视很感兴趣，但觉得价格有点高。这时，我使出了经济学的绝招。我告诉他们，这款电视现在正在进行限时优惠，原价$5000，现在只要$4500。而且，如果你们今天下单，我们还可以送你们价值$500的音响系统。但这个优惠只持续到今天晚上8点。然后我又补充道，其实如果你们平均每天看2小时电视，按照这个电视10年的使用寿命来算，每天的使用成本还不到$1.5。想想看，这比你们每天喝的一杯咖啡还便宜。猜猜结果如何？这对夫妇当场就决定购买了。他们不仅买了电视，还额外购买了延长保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让他们看到了这笔购买的长期价值，而不仅仅是当前的支出。掌握反问的艺术。现在，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个强大的销售技巧——反问的艺术。许多销售新手犯的最大错误，就是一味地向客户灌输信息，而不是通过提问来了解客户的真实需求。记住，你的耳朵比你的嘴更重要。我曾经有一个同事，他是公司的销售冠军。有一次，我有幸跟他一起去见一个重要客户。整个会议过程中，我惊讶地发现，他说的话不到总时间的30%，其余时间都在倾听和提问。他的问题包括：您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对您的业务会有什么影响？您理想中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？通过这些问题，他不仅收集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，还让客户感觉被重视和理解。最终，我们不仅成功签下了合同，金额还超出了原本预期的2倍。那么，如何掌握反问的艺术呢？这里有几个技巧。一、使用开放式问题，避免只能回答是或否的问题，而是使用什么、为什么、如何等词开头的问题。2、倾听，然后追问，根据客户的回答继续深入提问，显示你真正在倾听并理解他们的需求。3、使用假设性问题，比如如果有一个解决方案能够，这对您来说重要吗？这类问题可以帮助你了解客户的优先事项。4、总结并确认，定期总结你的理解，并向客户确认，确保你们在同一页上。记住，
销售不是你对客户的独角戏，而是你和客户之间的对话。掌握了反问的艺术，你就掌握了销售的灵魂。建立信任的关键。在销售中，信任是一切的基础。没有信任，再好的产品，再强的销售技巧都是徒劳。但是，如何在短时间内建立信任呢？让我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。几年前，我接到一个大客户的电话，他们公司正在考虑更换供应商，想了解我们的产品。按照常规，这种情况下我会立即安排一次产品演示。但这次我做了一些不同的事。我说，在我介绍我们的产品之前，我想先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你们考虑更换现有的供应商。客户愣了一下，然后开始详细讲述他们目前面临的问题。在倾听的过程中，我意识到我们的产品可能并不是最适合他们的选择。于是我诚实地告诉了客户我的看法，并推荐了另一家可能更适合他们需求的公司。你猜结果如何？这位客户非常感激我的诚实。虽然这次没有成交，但3个月后，他们推荐了一个更大的客户给我，而且直接签了一份金额是原来3倍的合同。这个经历教会了我建立信任的几个关键点：一、诚实至上，即使这意味着失去一笔生意，也要对客户保持诚实。长远来看，这会为你赢得更多机会。2、站在客户角度思考，不要只想着推销你的产品，而是真正考虑什么对客户最有利。3、展示专业知识，通过你的言行举止，展示你在这个行业的专业知识和经验。4、保持一致性，确保你的言行一致，履行你的承诺。5、及时沟通，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，都要及时告知客户。记住，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的，但失去可能只在一瞬间。珍惜每一次与客户建立信任的机会。在销售过程中，遇到客户的异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但是，许多销售人员一听到异议就慌了手脚。其实，异议恰恰是你展示价值的最佳机会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正在向一个客户推荐一款高端笔记本电脑。当我说到价格时，客户皱起了眉头，说：“这也太贵了吧。”许多销售人员听到这样的话，可能会立即开始讲解产品的各种优点，试图证明这个价格是合理的。但我没有这么做。相反，我说：“您说的对，这款笔记本电脑确实不便宜。不知道您觉得它贵在哪里呢？”这个问题让客户开始详细解释他的顾虑。通过他的回答，我了解到他其实不是单纯的觉得价格高，而是担心这款电脑的性能是否能够满足他的特殊需求。了解到这一点后，我调整了策略。我开始详细解释这款电脑如何能够完美满足他的需求，甚至超出他的预期。最后，我说，考虑到这款电脑能为您节省的时间和提高的工作效率，长远来看，它其实是一笔很划算的投资。结果如何？客户不仅买了这款电脑，还推荐了他的几个同事来购买。处理异议的智慧在于：一、不要急于反驳，先倾听，理解客户真正的顾虑。2、认同客户的感受，表示你理解他们的顾虑，这会让客户感觉被尊重。3、提出开放性问题，深入了解客户的具体顾虑。4、重新定位，根据客户的真实需求，重新阐述你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。5、提供证据，使用数据、案例研究或客户推荐来支持你的观点。6、寻求认同，在整个过程中不断寻求客户的认同，确保你们在同一页上。记住，每一个异议都是一个销售的机会。掌握了处理异议的智慧，你就掌握了销售的制胜法宝。在销售中，创造紧迫感是一个强大的工具，它可以促使犹豫不决的客户做出购买决定。但是，如何恰当地创造紧迫感，而不显得咄咄逼人呢？
我曾经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，有一次，一对年轻夫妇对我们的一套公寓很感兴趣，但他们说需要再考虑一下。按照常规，我们会给客户一些时间考虑，但这次我尝试了一个新策略。我对他们说，我完全理解你们需要时间考虑，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决定。不过，我觉得有责任告诉你们，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特别优惠活动。如果你们今天签约，可以享受 5% 的折扣，但这个优惠只持续到今天晚上。然后我补充道，而且就在刚才，我接到消息说有另一对夫妇也对这套公寓很感兴趣，他们说晚上会再来看一次。我不能保证这套公寓明天还在。这对夫妇互相看了一眼，然后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一点时间单独讨论。20分钟后，他们回来说决定购买这套公寓。这个例子展示了创造紧迫感的几个关键点：一、提供限时优惠，给出一个明确的截止时间，增加决策的紧迫性；二、强调稀缺性，让客户意识到产品或机会的有限性；三、使用社会证明，提到其他人也对产品感兴趣，激发竞争心理；四、诚实透明，不要编造虚假信息，诚实地传达真实的情况；五、给予选择权，即使创造了紧迫感，也要让客户感觉决定权在他们手中。但请记住，过度使用这种策略可能会适得其反，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客户的反应来灵活运用。许多销售人员犯的一个大错误是，一旦完成销售就不再联系客户。但是，真正的销售高手知道，销售并不在成交时结束，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保险行业的顶级销售员。有一次，我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，他笑着说，秘诀就是永远不要让客户忘记你。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他有一个客户买了一份人寿保险，在接下来的1年里，他每隔2个月就会给这个客户打个电话，询问他的近况，提供一些理财建议，有时甚至只是闲聊几句。1年后，这个客户的朋友不幸遇到了车祸，这个客户立即想到了我的朋友，给他打电话询问如何为他的朋友申请理赔。虽然那份保险不是我朋友卖的，但他还是热心地提供了帮助。结果如何？不仅这个客户后来又买了更多的保险，还介绍了很多新客户给我的朋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后续跟进的艺术包括：一、保持定期联系，不要等到你需要销售时才联系客户；二、提供价值，每次联系都应该为客户提供一些价值，可以是信息、建议或者只是倾听；三、记住重要日期，比如客户的生日、公司成立纪念日等，在这些日子送上祝福会让客户感到被重视。四、解决问题，如果客户遇到问题，即使与你的产品无关，也要尽力提供帮助。五、寻求反馈，定期询问客户对产品或服务的意见，并及时处理任何不满。六、介绍新产品或服务，但要注意，不要每次联系都是为了销售。七、建立个人联系，尝试了解客户的个人兴趣，在合适的时候聊一些工作之外的话题。记住，你的目标不仅是完成一次销售，而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客户关系。掌握了后续跟进的艺术，你就掌握了持续创造销售机会的法门。现在你已经掌握了这些惊人的销售技巧，你是否感到兴奋？是否迫不及待想要付诸实践？记住，知识就是力量，但行动才是改变的开始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用这些技巧来改变你的工作和生活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世界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向你敞开大门。想象一下，当你熟练运用这些技巧后，你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？你可能会成为公司的销售冠军，获得丰厚的奖金和晋升机会。或者你可能会像我一样，开始自己的创业之旅，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。但是请记住，
这些技巧的力量是巨大的，它们就像是双刃剑。使用得当，可以让你的事业腾飞；使用不当，可能会损害你的声誉和人际关系。所以，请务必谨慎使用，始终保持职业道德和诚信。最后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现实：这个世界上永远只有 20% 的人能够真正掌握这些技巧，并且勇于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而剩下的 80% 的人将永远停留在平凡的生活中。那么，问问你自己，你想要成为哪 20%？ 你的未来从现在开始由你决定。记住，销售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它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思维模式。当你真正掌握了这些技巧，你会发现自己不仅在工作中更加成功，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会变得更加出色。因为销售的本质就是有效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